嗨，这里是 Dmin Studio。那刚好这2天学生在考试，那把口琴交给我这个维修调整，准备参加今年这个2023年7月底的台湾口琴音乐节比赛。那因为这些学生他们在参加比赛一定要有相当的程度，所以一般的原厂琴已经比较没办法符合他们使用，所以我要稍微对它做一些间距的调整，然后顺便安装这个高音的风道。好，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把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一并来解决一下。好，那第2把是这个我做的手工琴，Laylaps。那这把琴也是学生使用了一段时间，那要稍微调整一下，修复一些就是经常会耗损的东西，那调整一下簧片的间距，让它可以更符合在大音量的吹奏。好，那今天的第3把琴是天狼星Sirius 64，这把琴是这位学生的姐姐使用，那这个姐姐已经高中要升大学了。那琴就交给妹妹来使用。那当然交到她手上之前，我们一定要整理一下，把一些消耗的零件都先换掉，然后调整一下音准，然后看一下这把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来修复它。那今天我们就从第1把琴开始。第1把琴是这个 SCX 64，那我先来安装这个高音的风道，然后调整一下间距。OK，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整修第1把琴。这把琴的学生他是从国小就加入口琴队，那到现在国中也使用了3-4年的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些正常的消耗。那等一下我们在安装高音风道的时候，会顺便来检查一下他的琴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在安装风道的时候，会尽量优先把这些零件全部都拆掉，因为这样在安装风道如果有不平整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做这个2次的打磨。好，所以我们就先来拆开来，盖板，然后吹嘴的部分都把它拆掉。好，在拆吹嘴的时候，我发现这2颗螺丝，这2个小小的螺丝 M2 的吹嘴螺丝已经有点弯掉了。那等一下我会一并把它换掉，因为螺丝弯掉它会影响到这个按键的顺畅度。那这种小零件我们就一并把它换掉。那接下来我们来拆簧板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簧板外侧就是吸气的部分，看起来还蛮干净的。那只有少部分的这个胶片上下粘在一起。等一下我们一样用美工刀把它挑开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继续把它拆开。好，给大家看一下内侧。好，内侧的部分呢，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胶片消耗的比较严重。就是它会有变色啊，然后会有上下粘在一起的情形。那这边的也是。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好。稍微确认一下状况。等一下我们会调整间距。那在安装风道之前，会建议大家先把这个弹簧，先把这个弹簧把它拆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不见的一个东西。先拆下来。好，那我们先来安装风道的部分。一般女生在吹奏半音阶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头发比较长，然后她会被按键夹断头发，所以头发会跑到这个琴格里面。所以我刚刚用吸尘器稍微吸了一下，里面有一些小的头发的碎屑。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风道安装上去。那比较完整的安装教学，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有一支影片在专门讲这个安装风道。那现在这支影片我就用比较快的施工方法把它做完。好，那我们就继续。好，现在我们把风道安装完毕了。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有一点我上胶水的痕迹。早期我在安装这个风道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上胶水的，因为它会有一个短期内会有一个味道。那近几年我在装风道的时候，我都会上胶水，主要是希望这个风道可以
更稳固的贴合在琴身上面。好，那装完风道之后，我会再对这个吹嘴面做打磨。好，那当然你要非常小心要有一定的经验，不然到时候你不小心磨坏了这个吹嘴面，这个琴身就没救了，就要换新的琴身。好，那接下来我想要把这个吹嘴拿去洗一洗，然后我们再装上去开始调整间距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来调整间距的部分。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有在大量的演出，那大量的教学，那像一般的学生来说，他们最重要就是会参加很多的演出跟比赛。好，那一般的原厂琴在不调整的状况下，它的间距都是偏小的。你自己一个人吹，那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今天很多人一起合奏，或者是你要参加比赛，你需要追求比较大的音量，比较复杂的技巧的时候，像这样的设定就比较难，可以让学生自由的发挥，就会变成你想要做一些舌头部分的动作，或是做一些大力量的这种冲击，它都会让簧片塞住，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调整一下间距，把它稍微拉大一点，让学生可以在吹奏上更为自在一些。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一般调间距我会习惯先从内侧的部分先看，然后再来调外侧。一开始先调内侧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内侧的部分呢，如果你要直接从外侧伸进去调，会有点困难，会比较慢，然后也会比较难调，所以我会先把内侧先调完，然后把口琴装上去，然后再来调整外侧的部分。好，那我们内侧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剩下等一下试吹再来微调。间距这个东西会随着你使用一段时间，它会有一点点些微的变化，或者是你自己在拆口琴的时候，你不小心碰到簧板，碰到簧片，它都有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如果正常的话，一段时间你就要稍微回头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琴间距有没有改变。好，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在拆口琴已经有很多经验，所以我基本上是不会去碰到簧片。但是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在学习修口琴的路上，他们就会不小心一直碰到簧片，那这个间距就会改变，这个都是会发生，而且很正常的。好，那我们先把琴装回去试一下，来看一下外侧的簧板。好，那我们基本的这个间距调整，我们就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把琴装回去。接下来我们来调整第二把琴，也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手工琴 Laylaps， 这个现在在学生手上的琴。那这把琴，我觉得好吹的程度好像有比我自己做的一开始用的那个第一把琴好吹。就是我现在手上这把琴是我第一把做出来的 Laylaps， 那你会发现它连 logo 都没有，这是我第一版的琴，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它在使用它，都还是我演出的主力口琴。好，那我觉得这把琴，我觉得我吹起来，那天帮学生测试，有比我自己的琴好吹，但是间距有稍微小了一点，所以等一下我需要来调整一下这把琴的间距。好，那一样要调整间距之前，我就先清理一下吹嘴。好，那因为这个琴学生他们清理吹嘴的频率一定不会像我们自己会这么高，所以都会累积一些口水垢。那我先清理它一下，那接下来再继续后半部的调整，看一下内侧的状况看起来还不错，这个琴身没有太大的耗损，然后簧片的部分也还 OK。好，所以等一下调起来应该会稍微轻松一点。好，那一样这把琴的主人是一位女学生。好，那我们目测也是会看到一些这个头发的碎屑。好，我们等一下一次把它清理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先去刷洗吹嘴。在练习的过程中啊，我都会要求学生要会自己洗按键。这是最基本吹半音阶口琴的人一定要会的事情。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按键呢，它其实如果你一直不清洗，它第一个会让速度变慢之外，它会氧化，
就是会因为你口水沾黏，然后你又久不动它会氧化。那轻微氧化，你可以透过打磨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到重度氧化的话，基本上这个按键就是没办法使用，它会直接卡死。像我自己早期在学生时代，我其实不太会半音阶的保养，所以那时候的第一把还第二把半音阶的吹嘴氧化就非常非常严重。那后来我知道，半音阶吹嘴是可以洗的，就有一种以之用火的感觉。那后来的半音阶我都蛮仔细的在保养，包括垫片其实都会生锈。那吹嘴的部分其实也会在内侧的部分都会氧化，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先把吹嘴装回去。装回去之前请大家记得一定要上油，上油这个步骤很重要，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按键比较不会氧化，那也可以让这个顺畅度更久一些。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簧板的间距。那 Honer 的簧片就是因为它灵敏度比较高，那它反应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个簧片它的特性它感觉上会比 Suzuki 的簧片来的软一些。那你自己在维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小心碰到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间距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几个有问题间距的地方，我们把它来调整回来。我们刚刚已经把内侧的簧板调整完毕，内侧的间距已经调到以我自己印象它可以比较适合演奏的这个间距。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来调外侧。那外侧就是把口琴装起来再做调整，那最后再一次试吹来做最后的微调。好，那这把口琴目前就完成调整。那这把口琴的这个主人他是我也是一样，我从国小就教他吹口琴，到现在国中2年级。那因为已经经过很多年了，所以对彼此的吹法都比较熟悉所以我就会看他一路上他的吹法的改变来帮他设定去调整他的口琴。那这个吹口琴这件事它不会永远的吹法都是一模一样所以会随着你练了比较多的曲子，然后吹了比较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你会拥有不一样的技巧。那不一样的技巧会改变你使用这个口琴的习惯，使用口琴的这个特性。所以比较好的状况是你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头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口琴是不是符合你现在使用的这种吹奏的习惯，这样的话你的琴会演奏上比较顺手一些。所以我自己的话，像我的演出琴的 Laylabs 总共就用了3把，那一把是双层的，那一把是刚刚展示给各位看到这一把，这把是间距比较大的 Laylabs，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把是间距比较小的 Laylabs， 那间距比较小的就专门吹一些和声型的东西，或者是背景衬底的声音。那我可以吹奏比较小声，也比较容易控制。那如果今天我吹的是主旋律，我就会用我手上这个间距比较大的 Laylabs 去吹，这样声音会比较突出。OK， 那我们完成第2把口琴的这个检修。好，那接下来第3把口琴是这个学生姐姐，她使用了几年之后，那现在要考大学，那交接给这个妹妹，也就是现在在读国中的这位学生。那这把琴其实在我印象里面，就是它使用一段时间，它的消耗程度会是蛮快的。那我们等一下就一样来检查一下它内部需要调整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维修的过程。好，我们看一下外侧外侧的簧片，看起来还算蛮干净的那但是胶片有一点点这个消耗的痕迹就是接触口水会变色。那正常情况来说，如果外面已经开始有变色的状况其实内部应该是会比它严重个2-3倍。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开讲看一下内部的状况。那这把琴换过几根簧片，看得出来有更换过的痕迹。好，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状况。
好，内部你应该可以明显看到有几块胶片是有氧化的。好，然后再来是下黄板的内侧。好，这个胶片呢，其实蛮多都已经开始，就是因为口水累积，所以变得它有一点这个黑掉了哈。那这时候其实会蛮容易二次粘胶片的。那先清理一下。那有几块胶片是严重有耗损的哦，我想说可以把它换掉，不然会继续粘胶片。内侧对，没错，有几个胶片蛮严重的。好，一样先把弹簧拆掉，然后内侧部分这把琴一开始就已经有安装好风道了。然后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女生会不小心剪到头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清理一下。然后吹嘴的部分，等一下先拿去刷洗。好，那我想先来拆胶片好了，先把一些耗损掉的胶片都把它拆掉。好，我想这把口琴的维修记录我们就先中断到这里。主要原因是因为接下来要对黄板刷洗，然后要贴上这个新的胶片。好，那我常用的这个保丽龙胶，推荐给各位。我觉得它非常好用，而且你贴歪了，你还可以用手稍微微调一下。但是因为我这罐保丽龙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它快要干掉了，这样等一下再粘贴胶片会非常非常不顺。所以在流程上会很卡，所以我想说，等我去买了新的保丽龙胶再来贴胶片。OK， 那这把琴我们先摆旁边，先做到这个步骤就好。当然那个按键的刷洗，等一下还是会做。然后贴完胶片之后，我应该会再对它做调音，然后再调整间距，最后再交还给这位学生。OK， 好，整理一下零件。好像这个螺丝它有弯掉的部分，我们就一起把它换掉。这种小零件不用省，小零件就是有问题就换。因为螺丝啊，它常常会有几率是你不小心把它撞断，它会卡在这个按键，卡在琴身里面，这个会很麻烦。到时候你要取出来，那如果它刚好又卡得很死，或弯得非常严重，会需要用破坏性的方法取出，这个会很辛苦。所以目前有问题，看到小小的问题，我们就直接把它更换掉。好，那这个黄板部分，等一下我会拿去刷洗。那等我买到保丽龙胶，我们再来贴胶片。OK， 好，那既然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我记得我这里还有一把琴要整理，这个，这把琴是一样学生使用一段时间，那我需要拆开来清理它一下，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状况。那我们直接就来开讲，我就不试吹了，我们就直接来开讲，来看一下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好，内侧黄板的部分看起来，外侧黄板看起来还蛮干净的，但高音区胶片已经有翘起来了，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一样要把它换掉。那如果只是贴一两块胶片，就是用这个快要干掉的胶水勉强凑合着用。但是如果像我很常会大量而且贴整排的话，我就会用新的胶水，会比较容易施工。因为旧的胶水啊，它太容易干掉，你贴不完一排它就干掉，你就要再重新倒胶水，它会非常大量的消耗我的时间。那通常我自己在贴胶片的话，大概一把琴大概20分钟内可以全部贴完。但是如果胶水干掉，可能会花到2倍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浪费时间。好，来我们看一下内侧。哇，这个很严重内侧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说，如果你的琴你都不照顾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内侧在这附近。有非常严重的发霉，那会有累积一些口水垢，所以这个琴一定是有点臭的哈。好，这边有累积口水垢，你从画面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刷洗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黄板的部分也是有一些霉，我们等一下尝试着刷洗它，看一下能不能改善这个问题。我们这支记录修口琴的影片，我们先结束在这个环节。好，那这个琴身我已经拿去刷洗了，它是塑胶的，所以你正常刷洗，不要怕，没关系。那给大家看一下刷洗过后的样子。那千万要记得，不管是塑胶还是金属的东西，你刷洗过后记得要让它风干，或者是你拿吹风机吹，把它吹干。但你要记得温度不能太烫，因为太烫的话，这个塑胶壳会缩起来。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他自己清洗，然后他吹风机拿很近，这个琴身就直接报销，所以我就拔了我的琴身给他。好，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刷洗。然后黄板的部分，即使有胶片，你还是可以拿去刷洗，但是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刷到不对的位置，它就胶片很容易就会被你拔起来，或者是直接变形，你就需要更换胶片。好，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要特别注意。那一样刷洗完之后，它一定含有水分，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弄干。那最后就是吹嘴的部分，吹嘴一定是半音阶口琴人一天到晚在洗的东西。洗完之后上油，跟前面几把维修的方法都一样。洗完之后弄干，然后上油装回去口琴，这样你的按键就可以使用非常久的时间。OK， 那我们这一支维修影片就先暂时记录到这里。接下来的步骤我可能要过个几天之后才会继续处理。OK， 大家拜拜。